哎，大家伙儿早喽！5月22号星期四，哎呀，今天特别累，腿的肌肉都有点疼了。今天正好第4个训练日，轻松跑，咱们回评论。最近这2个周期强度都大，3个周期强度都大，调整小心。那我们就开始回评论，看看下了一夜雨，清晨的大阪城。刚才田中先生他们在练速度，还有本田先生。本田先生昨天跟了最快的组，田中先生他们昨天放慢了速度。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节奏。这个尤其是我们普通爱好者，大多数都是动态调整的，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很固定的训练课表可能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执行下来。像我就特别随性，基本上是特别随性，所以之前这几天强度有点大。野口さん还有在吗？第一位小伙伴说，那这种强度课早上起来吃饭吗？这种强度课早上起来有时候吃一片白吐司，有时候不吃。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叫什么热身，对，我的热身过程比较长，因为我还是要保证跑量是基础，所以像昨天我热身了8公里，热身8公里其实你之前吃与不吃影响不大，因为你看我这一片吐司如果吃差不多120千卡，那这8公里也不够用，就是它对后边热身之后的强度课没有影响。所以像这种强度课我反而建议可以在热身之后，我说的是晨跑啊，在热身之后强度课之前去补充能量，然后让强度课顶得更顶。我觉得昨天我冲的那个超能瓶可能有点用，当然那不是冲水的，是直接喝的，只不过就是我正好带了一壶水，我就不带2瓶东西了。就牛磺酸这东西，就红牛这东西，那还是挺带劲的，就那一下。但是对长距离的马拉松来看，我还是没有明确的比较。对，上次场地赛5公里没敢喝，下次场地赛，对，下次我的场地赛是个3000米，6月中6月10几号，还是在那个体育场，下次喝。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强度课最好是在强度之前做补给，然后你强度课如果组数特别多，比方你跑9个1000，那中途做补给也行。他们跑过来了，看哦，来到。今天也特别安静，没什么人。然后有一位小伙伴说，学生，然后开始跑步的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5公里进20， 10公里进40。那给色，哎呦，结果呢，今年进了，很快就进了。进了以后突然不想跑了，没目标了，说好像学校比较特殊，也出不去，只能在学校里说厌跑。但是他这么问的意思是他不想厌跑，他想跑，那我觉得就试试长距离吧。nice， 试试长距离，因为5公里10公里，所以你再往后跑，你会发现5公里10公里还是短。现在我的课题是，我的半马跑到1小时14，10公里跑到34，这2个成绩是相符的。那次红大子，
但是呢，再往全马看，好像我的全马就慢了一些，和我这几个成绩来比。对，在这插一句，不出意外，下个周期我会发一期听李丽教练这一期的分享的，我的心得体会的一期节目，在室内录像。那这么看起来呢，那我的课题是怎么样能把全马再跑快。那这些如果摆在您前面的话，5公里、10公里那就不是什么了。所以追星逐月吧，年轻人有的时候确实可能跟像我这种中年人想的不一样，那只能是建议，如果特别不想跑这段时间，那就缓一缓也行。这么年轻，其实怎么试都没有错，总有机会。下起雨了，有些小伙伴说间歇最后几组掉速顶不上去，越跑越慢是为什么？那就说明，我觉得就说明可能您现在还不需要跑间歇。真心话，这个跟着后边那问题咱们一块儿说。我先把问题跟大家说了。半马1小时50，想提高速度要不要跑间歇？我给您的回复是，我觉得目前不需要，因为您大概率会和刚才那位小伙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你间歇跑不出效果，就如果跑不出效果，就不如先不跑。当然不是说永远都不去尝试，你可以试。我跟大家分享我一开始跑间歇的经历。我第一次跑间歇是2017年，距离我的开始跑步已经是第3年。我印象是2017年的春天，我是2014年的秋天开始跑步的。到我第一次跑间歇的时候，我已经跑过2次北马，一次下马，一次上马，一次东京马。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半马成绩大概已经是1小时40以内，全马的最好成绩是3小时59。第一次跑间歇跑那课表，现在看起来有点莽撞。那时候是找了一张网上流出来的元大都的课表，先是一个6公里热身，这热身呢从慢跑一直跑到差不多阈值的配速，2公里一个配速这么加，然后休息一会儿，开始9个1公里，前7个是一个速度，最后2个再往上顶。我第一次就完成了，而且没有掉，但是我觉得很勉强。不过我始终的观点是，首先间歇课中间的歇这个时间不能无限的长，尽可能的理智，并且尽可能的，我要说尽可能的短，就又不严谨。然后就是越往后应该越快，但是并不是以前边故意慢跑为代价的快，这是间歇的基本。如果这个做不到，那就得降低间歇的组数。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如果一定要试，可以的，就是比方说您跑4个400开始。虽然我昨天说400米不是一个适合初跑者的间歇，但是没跑过可以试一试，找找那感觉，慢慢加。不过我仍旧建议，像这2位小伙伴都是更多用阈值跑、节奏跑，甚至是变速跑。变速跑跟间歇跑不一样的，这一会儿下一个问题说，去练自己的速度。间歇现在不是最好的手段，所以就是你间歇跑最后顶不下来，就说明你的能力不匹配这个训练，自己去摸索。雨越下越大了，雨下越大了。下一个问题就说到，有些小伙伴说，那你说12个400对你来说强度不大，那你中间别休息啊，你慢跑1分钟啊。还是反问的语气，
我也不太觉得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不一样的，兄弟，你得看你训练的目的。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不同时期的人理解不一样，就我现在能理解，慢慢一点点理解到训练的目的，而之前我也理解不到。2021年、2022年在北京自己练，跑量巨大，然后练得也狠。那时候我觉得训练的目的就是我练了，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只有变速跑，没有间歇跑。但现在昨天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意识到了，像昨天这种12个400的目的是你要张弛到最大。什么意思？就是你这400米跑的时候你要顶上去，而不是说我让组间休息变少，或者让组间不休息慢跑，然后导致我下一个400我顶不上去。那这个你就是得不偿失。你可能跑完以后也挺累的，但是你绝对没有我现在累。我今天的体感虽然特别累，然后肌肉还有酸痛，但是我特别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我不骗大家，这是我第一次跑间歇，跑完第2天有肌肉酸痛。以前你们看我顶的那么厉害，我加入大阪城的跑团2年多，我们跑过无数的训练强度，有的很大，有的特别大。我只有2次，一次是那年我们测试那5公里，最后跑17分01，还有一次就是昨天。只有这2次，第2天我起来有肌肉酸痛。但是这种12个400，或者之前也有强度大的，比如321、5个1公里，我看似也接近全力了，但是没有昨天顶。但是我的判断是，昨天也许只比以前顶了3%，也就是这样。但是那是我的最后的3%。那是我的最后的3%，你这就是28法则，或者到马拉松赛场上可能是，都不能是28、0.5、9.5法则，就是你最后的这一点会消耗你更多全部的东西，而这才是昨天这种400米间歇的目的。这是我不成熟的观点，我雨下的更大了，可能镜头上有水。然后最后一个问题，说麦胜那液体电解质是不是要兑水喝？它有2种，一种是大袋的，一种小袋的。大袋就是黑色那个长条的，那个是要兑水的。那个，但是其实它和小袋的内容和比例，我觉得是一样的，口感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那大袋那太多了，那一口气你吃下去，胃受不了。我以前是不知道的。我以前都是赛前起跑前的那个电解质，吃那大袋的，一口就给闷了，闷了以后2次都是觉得胃好酸呀。后来我一看说明要兑水吃，看了之后就再也喝不下去了。那次是大阪马拉松，今年大阪马拉松之前，我就喝了几口给扔了。赛道上那小的红包的那个液体电解质，那个就是直接吃的，那个不兑水。为什么回答这问题呢？就是很多小伙伴会说，什么牌子的都有，说盐丸、电解质、能量胶这种，说吃不下去，吃了不好吃难受。就我劝大家，我知道人的个体差异是巨大的，但是马拉松运动就是要我们培养一些正向的心理暗示，告诉自己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好吃，是为了我有能量。马拉松赛场，就是如果您已经纠结到我要吃什么能量胶让自己跑得更好的时候，那您就不是锻炼，您是训练，您希望要成绩。那希望要成绩，我觉得李毅教练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我们去训练不就是自找苦吃吗？对吧？所以有东西补充能量就很可以了，这么开导自己。也许你再吃下同样的东西，味道就不一样了。这就跟珍珠翡翠白玉汤，对不对？那不同时期、不同的境遇，它吃下去感觉就是不一样。真心话，我小时候能买个那种
6块钱一个那种手枪腿、烤鸡腿，就已经很美很美了。那跟现在小朋友比，那算什么呀？对不对？那不同时期不同的感觉。你们看这大雨，看看镜头。那今天就随随便便跑，这跑了差不多有6公里多，哎，稍微的有点感觉。今天穿的这双鞋，这就穿上这双薄底鞋了。知道下雨不穿的，这双鞋还挺新的呢。现在我要是回家，就是10公里结束，我再跑跑看啊。哎，5月22号星期四，哎，雨越下越大了。今天跑的特别少，今天就轻松晨跑了11公里，平均配速5分37。你看手表告诉我运动表现欠佳，训练负荷较小。哦，今天真的累了，但是顺利完成了第4天的轻松跑。可能跑量少了点，看看下午也许再有轻松跑。就这种跑量是没用的，对你的最终成绩，但是呢，对心理有帮助。而且第一次在直播里有幸能跟会长连麦的时候，我请教会长，我说不管是关于体重焦虑还是关于轻松跑，会长也说下午的轻松跑其实挺有用的，对各方面。所以看看工作忙不忙，这2天又在解决一个问题，有点稍微有点忙，这周就这样了。然后今天周4，明天休息1天，之后后天是周6，对吧？周6又是平面先生的早训练了。行，然后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